我一手把破败小食铺做成京中有名的酒楼，可年末分红，沈家不仅没给我一文钱，反而扭头攀上高枝，迎娶贵女进门，一纸休书将我和女儿扫地出门。这是沈家年终分红的日子，我竟然重生回到了这天。今年咱们警卫斋赚的不少。子轩是沈家的顶梁柱，这300两先寄给子轩。子辰是沈家的功名依仗，读书人少不了银钱打点。这金锁和100两记在我沈家大孙子名下。婉清既是长媳，吃住都在沈家，就不单算了。一家人何必分得这样清？沈明蛇，你觉得这分法公道吗？婉清，别闹，爹娘自有打算，你先低个头，回头我私下补给你。你补给我，拿什么补？拿你从爹娘手里讨来的那点碎银，还是拿你这张只会叫我忍的嘴？苏婉清，你如今是翅膀硬了，敢这样同明哲说话？苏婉清，锦卫堂姓沈不姓苏，你一个出嫁妇人也敢伸手要分红？你生个赔钱丫头，没给沈家添香火，我们沈家还愿意收留你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娘说的是，大嫂若样样都要分，那还像一家人吗？大嫂，你那点手艺进了沈家，自然也是沈家的，你还想分银子，未免太贪了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沈家让你守好厨房，你是抬举你吗？我在警卫斋3年，天不亮起身，3更天歇下。灶上的火，账上的数，来往的供货商，哪一样不是我撑起来的？沈明哲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今日这钱，你当真一文都不替我挣？婉清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得这样清楚？好，既然没人替我争，那我便自己来。你做什么？既然你们不肯讲理，那这情面我也不必留了。反了！苏婉清，你疯了不成？我是疯了，我若不疯，如何看清你们沈家这张嘴脸？婉清，你说什么胡话？今日分账何该高兴？你怎的非要挑事？我挑事？这分明是你沈家苛待我。苏婉清，你又生不出儿子，还有脸说我们苛待你？要不是靠着沈家，你能过上如今的日子？这些银子是我熬坏了多少锅底换来的，是我起早贪黑试菜换来的，是我把嫁妆银子一笔一笔垫进酒楼换来的。你们沈家出了什么力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说这话？你是沈家的媳妇儿，你的东西自然也是沈家的。大嫂，你再怎么说也不过是个掌勺的，酒楼客人认的是沈家的招牌，不是你。那正好，以后你们就靠招牌过活吧。从今日起，警卫斋别想再用我的方法。沈明哲，还不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婆娘！婉清，你冷静些，你这样闹只会叫外头看笑话。沈明哲，被看笑话的是我。你沈家一家趴在我身上吸血的时候，怎么不嫌难看？方才他们拿我当外人分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一句公道话？可他们是我爹娘亲人，你身为长嫂，让一让怎么了？子轩有儿子，子辰要读书，家里自然先紧着他们。所以我和念安就活该受着，是不是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离了沈家，带着孩子能去哪儿？外头日子艰难，你非要逞着一时之气。日子再艰难，也比留在沈家强。至少不必日日看人脸色，挣了银子还要被骂是吃白饭。婉清，我们先回去，晚些我替你向爹娘说和，到时候你服个软，这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念安还小，你要闹离家出走，可何必连累念安呢？沈明哲，你若是还想说和，就不必多言。至于念安，她是我的女儿，以后跟着我姓苏。你这个做父亲的只敢对着女儿窝里横，我不会把她留在你们沈家受欺负。
大夫人，您这是？大夫人，您这若叫东家知道，知道便知道，这是我该拿的。今日起，我不在锦卫斋做了，也不是你们的大夫人了。不做了？那这后厨谁顶得上？大夫人，您莫不是叫这沈家人欺负了去？谁敢欺负咱们大夫人，我们一起给您出气！沈家待我有愧，可你们还要吃饭，我不愿连累你们。大夫人，咱们这些人都是因着您才撑下来的，您若另起铺子，俺们还跟你干。等我安顿好，若你们还愿意跟我走，我自然欢迎。娘，我饿。走，娘带你吃面。只管使用，莫要弄坏铁锅就行。娘，好香！这面可否卖我？不卖。价钱好说。这是我煮给孩子的，不做生意。我会付钱的。娘，这位叔叔是不是很饿呀？老板，劳烦再借我一回锅。行，你这小娘子厨艺好，也不算埋没了我这上好的锅。王爷自从娘娘去世后，连山珍海味都瞧不上，今日怎的盯上碗清汤面了？给。就是这个味道，和我幼时在母妃宫里吃过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这不像寻常挨饿，倒像鸡年厌食，真难受就该去请郎中，别死扛。你看得出来？做饭的人自然看得出来。姑娘，若我想请你逛后继续做饭，可否？不能。银钱随你开。我不是厨娘，不是谁都伺候。许墨，去查，我要知道他是谁，还有这味道为何会和当年母妃宫里的一模一样。怎么是你？早。你跟踪我？我叫萧景渊，是个行商，住你对面。苏婉清，路过随手买的，小女娃应当爱吃。不用了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吃。公子还有事？昨日那碗面我还想再吃，若你往后做饭，能否分我一口？昨日我便说了，你这胃病应当去看郎中。不管用的，我厌食10几年了，没有一个郎中能治得好，唯有你昨日那碗面才能让我燃起食欲。娘，这位叔叔好生可怜。罢了，左右添双筷子的事儿，我若下厨，你来便是。好。还有，别跟着我。那不成，你做的饭我一顿也不想错过。我中午不做饭。那你去哪儿？去断人活路。你们既然嫌我没用，那我便索性让你们知道，没了我，锦卫斋连锅都开不起来。苏小姐，今儿怎么亲自来了？锦卫斋昨日不是才送过货？刘掌柜，今日起不必再把货记在我名下，我与沈家往后没什么干系了。若锦卫斋再来订货，掌柜随意，只是别再说是看我面子。我给锦卫斋送货全是看你面子，你若另开铺子，只管来寻我，肉我照旧给你挑最新鲜的。沈家太不厚道了，没了苏掌柜，谁还给他家好货？苏小姐，你父亲当年可是名动京城的人物，我们当年都受过你父亲的恩惠，是沈家那群眼瞎的不识宝。哟，这不是苏婉清吗？我就说吧，苏婉清，你不是说走就走，硬气得很吗？怎么才出来1天就灰溜溜跑菜市场来了？我还以为你离了沈家能飞上天呢，闹了半天不还是个买菜做饭的命？哼，苏婉清，你昨日闹完便跑，还以为你真有多大骨气，
你仗着会点伺候人的手艺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如今是不是才知道，没了沈家，你什么都不是？怎么没见过会过日子的？从前你掌勺尽挑贵的买，我还当你多能耐呢。原来不过是拿沈家的银子充阔气，说不准这些年你偷偷昧下不少回扣。沈老夫人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婉清妹子在我们这儿采买多年，从来是货比三家，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清楚楚。就是，我们的价格一直没变过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我教训儿媳，轮得到你们插嘴？她若不是心虚，昨日跑什么，还卷走了家里那么多钱？那点钱，连我该给我分红的零头都不够。倒是你们，如今专挑这种劣货采买，是打算把锦味斋的招牌砸个干净？你胡说什么？锦味斋的招牌菜，哪一道不是靠食材新鲜、用料扎实？用这种货色，你们不是会过日子，你们是把食客的胃当狗肚子。你们当真以为锦味斋这些年生意红火，靠的是那块破招牌？丧门星，嘴巴放干净点！我嘴巴再不干净，也比不上你心黑。锦味斋能有今天，靠的是菜品，是口碑。你们倒好，一边想赚酒楼的钱，一边连买菜都恨不得从臭水沟里捡便宜。你一个被赶出门的贱人，也配教我们做事？苏婉清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没了你搅浑水，我们锦味斋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好。婉清，别在这儿吵，省得让人看笑话。咱们先回家，有什么事关起门来慢慢说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是你那个让我跪着伺候公婆给你们沈家当牛做马的家，还是那个把我和女儿当外人苛待的家？婉清，你何必说的这么难听？爹娘年纪大了，脾气是急了点，可也是因为你昨日冲动做得太过，你就不能退一步吗？苏婉清，你要是识相，现在就当街给我和你爹磕3个响头，再绕着这麦市场喊3圈，是你不知天高地厚，是你冒犯公婆，是你不守妇道。要是你态度好，我们沈家自是宽宏大量，还能容你回去，赏你口饭吃。不然就凭你带着这么个丫头，能有什么出路？饿死街头都没人收尸。回去以后去祠堂跪着，没有我们的何许，不准起来。什么时候学会当儿媳了？什么时候再碰沤厨的事儿？一个女人嫁进夫家，不想着安分守身，倒想着骑到公婆头上，真是反了天了。他们不是舍不得我，是舍不得我的方子和手艺，舍不得锦味斋离了我就要露出原形。沈明哲，从前我还当你是念安的爹，是我托付终身的人，可如今看来是我瞎了眼。你护不住妻女，也撑不起门户，只会站在你爹娘身后，眼睁睁看着我们母女受辱。沈明哲，你听清楚了，这个家我不要了。至于锦味斋，靠的是我的手艺、我的人脉、我的苦心经营。你们既然当做自己祖坟冒了清冤，敢躺在我的功劳簿上对我吆五喝六，那就自求多福吧。从今往后，我与你们沈家恩断义绝，各不相干。苏婉清，你敢走？你休想再回来！我要让全城都知道你是个不敬公婆、不守妇道的妇人，我看谁还敢要你！娘，不怕，娘带你回家。查到了，回王爷，苏小姐乃是前御厨苏毅之女，苏家夫妇早年间得了一品，双双亡光。后来她嫁给沈明蛇，靠着家传厨艺，一手将沈家的小时代经营成了如今的锦味斋酒楼。原是如此。这是午饭的食材，你既答应分我一口，我也不能吃白食不是？娘，还要多久呀？吃吧，今后想吃什么，娘都给你做。前世在沈家，桌上有肉，多半先进公婆和小叔子的碗；若是赵灵儿在，还要先紧着他们母子。念安却从未分到过一口。娘，真好吃。苏姑娘，你这饭菜真是堪比龙肝凤髓。你这样吃不怕撑着？我许久没觉得饭菜可口了。你往后有何打算？开店。还做吃食？我会的，只有这个，我既能把锦味斋撑起来，便也能自己开一家更好的。若你开店，我支持你。
你怎么支持？靠多吃2碗饭吗？店铺、食材、人手，若你需要，我都可帮你留意。你可别不信，我行商多年，也结识了许多人脉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想吃你做的饭，也因为你不该被困在沈家那样的人家，更不该被埋没。原来我这一手刨除之艺，也值得被人欣赏，而不是只当个使唤人的由头。我知道一处铺子，位置好，租金低，你去看看。这铺子原先就打算转手，萧公子来得巧，替您压了价。主街的铺子压价30%。我与房主做过生意，有些交情。苏婉清，你倒真会躲，可算叫我们找着了。你们沈家人不是能耐的很吗？苏婉清，你拿走方子，又挑唆供货商断了锦卫斋货路，害得这几日酒楼生意下滑。今日我们便来同你好好算算账。好啊，正巧，我也想同你们算算账。你少装模作样！你从锦卫斋带多少东西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如今你一张嘴，便叫菜市那些掌柜都不肯给咱们送好货，害得酒楼生意下滑。你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今后就别想安生。大嫂，做人不能这样绝，你再怎么闹，也还是沈家妇，卷了自家东西往外跑，还想另起娘子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沈家的，沈子轩，你倒真敢说。那些菜方是我父亲留给我的，后头新添的招牌菜也是我一道一道试出来的。至于那些供货掌柜，是你们沈家自己去结交过，还是自己去谈过价？如今人家不愿卖你们面子，也能怪到我头上。你既嫁入沈家，便是沈家的人，你会的手艺自然也该归沈家。如今店里客人都要跑光了，这亏空就得你来赔，是吗？找人背锅的时候才想起我，前几日分账时怎的不说我是一家人？那当初锦卫斋还是个小铺子，想扩店没银子那会儿，拿我娘家钱时，你们可是拿得顺手。你胡说什么？你爹娘早就不在了，哪来的银子？他们是不在了，可欠条还在。要不要我替你回忆回忆？那年锦卫斋要盘下隔壁铺面，缺银180两，是谁夜里来我房里，低声下气求我把嫁妆银和娘家留给我的压箱底先拿出来周转？又是谁亲手写了字据，说待酒楼盈利，定将银子归还？婉清，过去的事何必？为何不提？你们拿钱的时候不嫌旧，如今要还了，倒嫌我翻旧账。苏婉清，你一个做媳妇儿的，拿嫁妆贴补夫家，本就是本分，如今竟还有脸追着讨债，真是不要脸！本分？那你们沈家欠债不还，又算什么门风？既要算账，那便看个明白，看清楚。这是锦卫昭扩铺那年，我拿出180两时，沈明哲亲笔写的欠据。这是我嫁妆首饰的变卖账目，拆还着实，哪一件不是变了银子，添进了沈家的酒楼？胡说！一家人过日子，哪有媳妇贴补夫家还要立字据的？你这是存了心防着夫家。大哥，你疯了不成？这种东西你也写？没出息的东西！一个妇道人家哄你2句，你便乖乖按了手印，我沈家的脸都叫你丢尽了。我就知道，定是这狐妹子拿捏了你，她哄骗你写下这些，就是为了威胁咱们沈家。当年酒楼周转不开，若不写欠据，婉清如何肯拿银子出来？我也是实在没有法子。没有法子？你们沈家拿我的银子续命时，口口声声说日后归还，如今缓过气了，倒说我是哄骗，天底下竟有这样不要脸的道理？媳妇贴补夫家本就是天理，如今拿几张废纸逼亲人还钱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也不怕街坊邻里笑话？笑话？旁人该笑的是你们沈家倒打一耙。我把话撂在这里，今日要么连本带利还清银两，要么你们现在就都给我滚出去。婉清，婉清，酒楼如今是真的难，你就当帮帮我。婉清，我知道你怨我，可咱们夫妻一场，酒楼实在撑不住了，算我求你，再帮沈家一次。夫妻一场，分红那日你不替我说一句公道话，污水泼到我头上时你叫我忍，公婆踩着我和念安时你还是叫我忍，如今你倒来同我说夫妻一场。我是长子，总得顾着家里，所以你顾着家里，便该拿我去填。沈明哲，你不是为难，你只是懦弱，你舍不得违逆你爹娘，舍不得担责任，便把所有委屈都推到我头上，让我替你顾全所谓的大局。说来说去，不还是想拿乔？明哲，你还跟他废什么话？他如今住在这种破院子里，仗着一时嘴硬，也撑不了几天。到那时，他自会爬回来求我们。大嫂，大哥肯轻哄着你，已算给足你脸面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既如此，我也把话说清楚，我要与你和离。
河狸，婉清，你疯了不成？哪有妇人动辄把河狸挂在嘴边的？做梦！你一个生了丫头的弃妇，还敢提河狸？要河狸也得是明哲休了你。就是，他既不敬公婆，又搅得家宅不宁，早该休了。大哥，人家心早野了，你还留他做什么？免得他赖着咱们沈家的门楣不走。不成，婉清，你如今只是在气头上，等你想明白了，自会知道外头的日子不好过。我不是气话。咱们成亲3年，念安还这样小，你当真要把事情做绝？和离也好，休书也罢，我都认，只要能离开你们沈家，什么名声我都不在乎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咱们沈家还苛待他了？你若还有半点良心，便痛快答应。明哲，跟他和离，这样的搅家精留着有什么用？他不是有本事吗？叫他出去自生自灭，等过不下去了，自会跪着回来求你。婉清，等你想通了，就回来找我。届时不会有那一日。和离之后，我忙着10多铺子，日子反倒快起来。我算着手头的银钱，念安就坐在小凳上替我数铜币，萧景渊也忙着帮我搬着桌椅碗盘。苏婉清，别说我们不给你体面，明日锦卫斋有贵客上门，点名要吃你做的那几道拿手菜，你现在就把食材备好，明日一早回去掌勺。你说什么胡话？大嫂，你如今离了沈家，住这破地方，开铺子的银子都不知从哪儿挤出来。我们叫你回去做这一桌，是给你机会将功补过。将功补过？你搅得锦卫斋供货不稳，生意一落千丈，这难道不是你的罪？如今有贵客上门，你若识相，就该回去把这顿饭做好。和离文书还热着，你们便要我回去做饭？沈家脸皮果然比城墙还厚。大嫂，你就别装了，你这铺子破破烂烂，明日开门怕是连只苍蝇都没有。与其在外头丢人现眼，不如识趣些回去。贵客也好，天王老子也罢，与我无关。想吃我的菜，拿银子来请都未必请得动，何况你们。苏婉清，你别不识抬举。你以为离了沈家，真能在京城立住脚？如今给你台阶你不下，等日后活不下去，可没人再收留你。抬举？我如今最不稀罕的，便是你们沈家的台阶。叔叔今日若想多吃2碗饭，可得多干些活儿。那是自然。怎么了？有样东西落在锦卫斋了，我得回去取。我爹留给我的平安符。我陪你去。不必，不过取样东西，很快便回。你一个人去，他们未必肯让来生拿走。娘，让叔叔陪你去吧。苏掌柜，您来了。后厨可有人？没有，您走后店里生意差了好些。昨儿还有客人骂菜难吃，上菜慢。锦卫斋这些年看着风光，说到底撑人面的还是菜味和后厨调度。没了我，他们连最基础的火候都稳不住，迟早出乱子。不过昨儿晚上东家一家可高兴了，说今日要来一桌大客户，若谈成了，能投不少银子呢。老夫人一早便叫人把包厢收拾得亮堂堂的，生怕失了体面。哟，我还当你骨头有多硬呢？怎么，想了一夜想通了，知道离了我们沈家活不下去，巴巴的回来干活了？嘴上说的硬，心里到底还是舍不得我儿子，舍不得我们沈家的家业吧？你还知道回来，也算没蠢到底。行了，既然人都回来了，就赶紧干活。你误会了，我今日来不是回来做饭的。苏婉清，你少装模作样了。你若当真一点回头的心思都没有，还会特地跑这一趟？说到底，不就是拉不下脸，不肯承认自己回来认错吗？信不信随你。赶紧的，把那几道招牌菜备上。记住，那可是贵客，要是出了差错，仔细我扒了你的皮。
好吃，诸位进来尝尝呀！新店开张，今日有优惠。这便是你们说的万无一失。诸位稍坐，席面很快就好。沈掌柜，我原本还想谈谈注资之事，如今看来不必了。连一桌宴席都料理不好，何谈做买卖？这味道和从前锦味斋最红火时候一模一样啊！何止？我觉得还更鲜、更利落几分。苏婉清，你这个毒妇，你给我出来！苏婉清，你这丧门星，故意害我们酒楼丢了贵客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沈老夫人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你休要血口喷人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害的！若不是你故意不肯回去做席面，贵客怎会当场翻脸？锦味斋若有个好歹，全是你害的。所以你们也知道，离了我，锦味斋连一桌像样的席面都摆不出来。分明是你偷了沈家的方子，卷了沈家的客人，另起炉灶。我沈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娶了这么个狼心狗肺的媳妇儿，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到头来卷了东西就跑，如今还把咱家往死路上。谁说苏掌柜偷了配方？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拿了沈家的工钱，竟帮着外人说话。老夫人，苏掌柜在的时候，锦味斋后厨井井有条，客人排着队来吃。他一走，店里立时乱成一锅粥。上午那桌贵客的席面到底是谁没备好，您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还有分红那日，咱们都在外头听见了，明明店里大半生意都是苏掌柜撑起来的，结果沈家1文钱不给，还当众骂他是外人。人被你们逼走了，如今又反咬一口，说他卷东西，脸面还要不要了？呸！一家子白眼狼，靠人家把铺子做起来，转头就把人往死里踩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苏婉清今日把话放在这儿，我爹虽已不在，可他留下的手艺不是给你们沈家吸血的。你们只知我家里是厨子，却不知道我父亲曾在御膳房掌勺，沈家拿着我父亲的手艺赚了3年银子，如今还敢说我偷？沈家竟把御厨后人当粗使媳妇使唤！滚！以后再敢来闹，我就把你们那点脏事都给全京城听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慢走，不送。我就说呢，这才是从前那个味儿，原来是苏掌柜自立门户了。给东边第2桌，趁热。苏掌柜，你这店往后在京里，怕是要压过不少老字号了。苏掌柜放心，这桌客人方才已夸了2回，说今日这一趟算来着了。肖叔叔帮我扎风车。肖叔叔，我今天认了2个字。肖叔叔，你别只顾着看娘，也看看我呀。对的，听说沈家那边乱成一锅粥了。可沈家那边就没这么太平了。听说锦味斋生意越来越差，沈子轩又沾上了赌，欠了一屁股债。赵灵儿日日哭闹，沈家屋顶都快叫他们掀了。别动！竟是沈子轩！我倒要看看这贱人藏了多少好东西。白日里闹不够，晚上还来偷。谁偷了？我是来看看你是不是私藏了沈家的配方。再胡说，我便废了你这只手。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你欠了赌债，便想来偷我的方子换钱？程巡夜差今夜正经过这条街，若把你送过去，入室盗窃，少说也得吃几月牢饭。别送官！
今夜多谢你。我说过，不会让人欺负你们母女。听说了吗？那个苏婉晴，一个合离未定的女人，带着孩子独自开店，夜里还招惹不三不四的男人留宿呢，可不是吗？还有人说她店里用的食材不干净，全靠香料压味儿，吃坏人是早晚的事儿。昨天还想去他吃饭呢。苏掌柜，肯定是沈家那边传出去的。早上我去买豆腐，隔壁摊的人还阴阳怪气的问我，咱们店的鱼是不是隔夜死鱼？既传了谣，那便破了它。今日苏掌柜当街做菜，诸位想看便看，想尝便尝。这手法一看就是行家，怪不得一品鲜味道好，原来真是实打实的本事。诸位若信不过流言，便信自己的舌头。好吃，这汤鲜得很，哪里像外头说的那样？做买卖靠的从来不是一张嘴，而是手里的真本事。谁定的？萧公子。又是他。这鱼都臭了，你们几位斋趁早关门吧。还是一品鲜的味道正。苏掌柜，门外有人找您。婉清，我求你回去救救警卫斋。店里真的不行了，客人都在骂，供货商也不肯给好货，爹娘这几日日日争吵，子轩又在外头欠债，子琛落榜后也颓废得很。婉清，只有你能救沈家，只有你能救警卫斋。所以呢？你回来掌勺，账目也交给你管，从前的事便都翻过去，好不好？沈明哲，你可记得我求过你多少次？我求你替我争一回分红，求你护一护念安，求你在你爹娘羞辱我时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。那时你怎么不救我？婉清，我知道你心里怨我，可警卫斋到底也有你3年的心血，你难道真忍心看他就这样毁了吗？事到如今，他来求的还是那间店、那些买卖、那点沈家的体面。沈明晨，你跪错人了。婉清，诸位听好了，户部侍郎家的李小姐今日正式放榜招婿啦！李家？就是长着主商街铺面租界那个李家？听说李小姐虽相貌平平，可陪嫁能堆成山啊！苏婉清，听说了没有？我们沈家要攀上李家了。与我何干？大嫂，你怕是不知道，李小姐瞧中了咱们明蛇，等她成了李家层龙快婿，往后沈家可就是正经高门了。那便恭喜了。你如今嘴硬也无用，等李家真做了靠山，这主商街上谁还敢不给沈家面子？你这小破店怕是开不了几日了。说完了就滚，再不走，我便叫人把你们打出去。你便是苏婉清，何事？你这食铺占着好地段，做的却是上不得台面的贱业。我给你3日时间，关店搬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李小姐好大的威风，这大前朝律法尚在，我苏婉清开店手续齐全，按时交租，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让我搬？律法在这主商街，我李家就是规矩。你若识相，就该知道有些人是你这种贱民惹不起的。婉清，李家家大业大，不是你惹得起的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别再硬撑了，服个软吧。沈明哲，你自己骨头软，喜欢跪着活，等当天下人都该同你一样当摇尾乞怜的狗吗？你真是不识好歹，我是为你好。你若真为我好，便不会在我受辱时只会劝我低头。你所谓的为我好，不过是你怕得罪人，怕丢了你攀附权贵的安稳日子。你连个男人都算不上。行了，少在这里丢人现眼。苏婉清，话我放这儿了，3日后若还不搬，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走。掌柜的，坏事了！几家原本给咱们供货的菜行肉铺，刚刚同时派人传话，说李家发了话，谁敢给一品鲜送货，就是跟李家作对。明日若是送不来鲜鱼和肉，咱们午市的菜单可就得空出一大半，这店还怎么开啊？
苏掌柜，我们是萧公子介绍来的，往后您店里不管要多少货，只管交给我们兄弟，保准新鲜。放心，我行商多年，走南闯北，别的没有，人脉倒是广得很。李家能断了你的货，我便能给你寻来更好的。大恩不言谢，长生叫人搬货，今日一品鲜，照常开张。给我砸！谁敢动他们？哼，哪里来的小白脸，也敢管李家的事儿？放肆！你敢动我的人！光天化日闯店打砸，惊扰百姓，李家真是好大的规矩。少在这装模作样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同李小姐说话？苏婉清，你勾搭野男人也就罢了，还敢叫他对李小姐不敬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他如今与你们沈家毫无瓜葛，再敢满口污言，我便替你们爹娘好生教教规矩。你再横又怎样？这条街归李家管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大理寺办案，闲人退避。几位大人来得正好，这家黑店闹事伤人，还请大人做主。下官来迟，请王爷恕罪。王爷，他一直说自己是行商，他竟然是当朝晋王，怪不得他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能轻易摆平李家。起来。王爷，臣女不知王爷在此，多有冲撞，还请王爷恕罪。草民有眼无珠，草民该死。本王命你们暗查李家，查得如何了？回王爷，李查使仗势欺商，侵吞商利，强占铺面，另有偷税漏税、私下受贿之实，证据俱全。涉案人等也按王爷密令全部拿办。不可能！来人，拿下！令查明警卫斋欠债累累，先前借李家名头拖欠的各路债款，现已被诸方供货商联名诉至公堂。经大理寺核准，警卫斋铺面、沈家所有家产一并查封拍卖，用以抵债，即刻执行。爹，你醒醒！别开恩了，我们只是寻常百姓，铺子不能封啊，那是我们老沈家的命根子呀！少废话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全部带走。前世你们吸干我的血肉，今生这便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都是你害了我们！我是读书人，我还有大好的前程，我要考状元。婉清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沈明哲，路走错了，回头未必还有岸。婉清，我有一事一直欠你一个交代。我并非寻常行商，我是晋王。先前隐瞒身份，是怕你因身份悬殊，连我靠近的机会都不给。从那碗面开始，我便想靠近你，后来越看越舍不得放手。苏婉清，我心悦你，不是一时兴起，也不是怜悯。娘，我喜欢萧叔叔。萧景渊，你骗我这事不能轻易算了，可你的心意我收下了。婉清，你可愿嫁我？愿意，娘快答应。我愿意。真没想到啊，咱们一品县的苏掌柜竟成了晋王妃，人家可是御厨后人，凭真本事立足，天造地铸的一对。娘今天最好看。怎么又亲自下厨？闲不住。再说，我本就爱这个。你擅长的，不该困在王府后宅里。
王妃，东街那处铺子位置极好，只是那边的商会向来排外，怕是不好进。做生意总不能一直靠旁人让路，那便不让他们挡路。你想走的路，我替你铺；想做的事，我替你成。苏掌柜，金经理提起一品仙，谁不知苏掌柜？若不是你说，我都快忘了，她还是靖王妃呢。父王，慢些跑。娘亲快来！还不歇？在看账，一晃眼一品仙竟开了这么多家，那都是你自己挣来的。这一世有铺子，有家人，有念安平安长大，这样就很好。